這個女人叫指針，我做1999設計解析時很喜歡拿她做例子，這是為什麼呢？廢話，那當然是因為偏心啊。除了偏心之外，指針確實也是個比較特別的角色。但在聊指針之前，我們需要先聊一下北極星。是的，沒錯，北極星。你可能知道北極星是什麼，但你可能不知道北極星只是個稱號，並且這個稱號是輪崗的。什麼意思呢？地球自轉軸的方向並不是固定的，而是會移動的。所以地球北極指向的星星並不永遠是同一顆。比如现在是公元2026年，地球北极指向的是小熊星座，小熊星座的阿爾法星也叫勾陈一，就是目前的北极星。但再過大約1000年，到公元3100年左右，地球北极的指向会移动到仙王座，仙王座裡的星星会接管北极星的称號，直到公元10000年左右。仙王座是個很特別的星座，它裡面的造父一是造父變星的原型。天文學上，我們使用造父变星的光變周期來測量宇宙距離，所以你可以認為它是丈量宇宙的尺子。同時，因為它獨特的形狀以及北極星的導航作用，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把這個星座叫做指針，這便是指針名字的來源。在1987宇宙主曲裡，有一則小徑故事，這個故事是指針講的，他把自己比作克普斯，克普斯也就是仙王座的英文名。我們可以從這則小徑故事以及宇宙主曲的劇情裡拼湊出指針過往經歷了什麼。他一開始跟拉普拉斯其他科研人員一樣，為了科學進步，為了向前走，不顧一切。但後來發生了嚴重的意外，指針撿回了一条命，但他現在需要依靠機械的身軀活着。他這個機械身軀用的是什麼技術，我們暫時不清楚。但在此之前，他應該是個血肉之軀的人類，這也是為什麼他有味覺功能。他跟露西不一樣。露西的一些設計是為了模仿人類，但指針作為一個人類，它本來就有味覺的需求啊。當然，更重要的，正因為它有味覺，所以它才能嘗得出來没蔬菜包的泡麵有多難吃，它才會去跟冷皺六和好，他們兩個才會結婚。言歸正傳，這個小徑故事裡有這樣一段話：科普斯相信自己是1000年後的指針，指的就是仙王座會在1000年後成為北極星，能指明10000年之內的方向，也就是仙王座會擔任北極星直到公元10000年。卻發現自己連100年內的道路都不了解，甚至照不亮南半球的道路。這個指的是南半球看不到北極星，南半球用來辨別方向的是南十字星，不是北極星。但同時，這段話也隱喻了指針自己的心態轉變。他曾經是個不顧一切的科學家，他覺得自己是閃耀萬年的北極星，為世界指引方向。但直到他撞了南牆，他才發現自己什麼都做不到。這也是為什麼宇宙主曲裡其他人要去拼命的時候，指針反應會如此激烈，因為他太了解這種心態，也太了解現實和後果有多殘酷。我覺得指針是我最能共情的一個角色。1999劇情發展到現在，我們知道重塑之手想要重返過去的想法有多離譜，但在了解了基金會quantum體實驗之後，我們也開始懷疑，不顧一切的重返未來是否也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或許真正重要的既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當下。哪怕你想要未来，那些構成未來的也是每一個眼前的生命。如果連眼前的生命都拯救不了，那未来又有什麼意義呢？在最新的劇情裡，指針在一群拉普拉斯怪人中顯得異常冷靜，因為如今的他珍惜的是當下。我相信指針確實是北極星，它不一定在你想要去的那個方向，但通過它，你可以知道自己在走向何方。哦，對了，聖郎這個角色會時裝的，對吧？